Hello， 各位觀眾，大家好啊！今日要開箱嘅呢一隻1:6人偶，我係好耐之前咧已經喺網上面見過人分享佢嘅圖片，然後我一直都好想要，喺經歷咗好幾次嘅 delay 之後咧，最近終於出貨啦！冇錯，就係呢一盒由 Eleven 同埋 Kai Studio 聯名推出嘅舞狀1:6人偶，同埋呢一盒佢嘅豪華版配件包。Kai Studio 係一個嚟自台灣嘅個人工作室，佢主力製作1:6、1:12嘅手工人偶頭雕同埋相關嘅配件。今次呢一隻舞狀嘅頭雕、手腳配件嘅原型製作、人偶初樣嘅打版同埋上色，全部都係由 Kai Studio 去完成嘅。而 Eleven 咧就係負責人偶嘅生產同埋 QC。今次呢一隻舞狀就係佢哋首次合作嘅出品。舞狀呢一隻人偶嘅原型係嚟自井上雄彥嘅漫畫《浪客行》入面嘅主角宮本武藏。相信聽到井上雄大家最熟悉嘅就應該係佢由1990年至到1996年連載嘅漫畫《Slam Dunk》，而《浪客行》就係喺《Slam Dunk》結束之後，由1998年起連載至今尚未完結嘅。佢係其中一套俾人笑稱個結局要等個酸燒俾你睇嘅漫畫。我本身咧就冇睇過《浪客行》呢一套漫畫，我買呢一隻人偶咧純粹係因為我好中意日本嘅文化，我一直都好想要一個着住和服或者係武士服飾嘅人偶。不過為咗今次呢一個玩具開箱咧，我已經將《浪客行》咧從頭到尾睇咗一次㗎啦。宮本武藏佢係江戶時代嘅一個兵法家、劍術家、大劍豪。佢自創咗二刀流嘅流派二天一流。佢嘅二刀流劍術聞名於世，甚至被人稱呼為二刀流嘅創始人。所以其實早喺江戶時代已經有人用緊星爆氣流斬㗎啦。宮本武藏最出名嘅事蹟係岩流島決鬥，當時嘅佢打敗咗早已聞名天下嘅岩流兵法家佐佐木小次郎。自此武藏就被人尊稱為劍聖，天下無雙。好啦，我哋首先嚟睇睇玩具嘅外盒先。今次兩個外盒都用咗深藍色做主色，正面都印有燙金嘅武狀字樣。主體外盒嘅下面咧就印咗一張人偶嘅相，而盒頂上面咧就印有 EXK001 同埋002嘅編號，代表住呢兩盒係 Eleven 同埋 Kai 嘅頭兩個作品。整體嚟講咧，兩個外盒嘅設計都好簡潔，特別值得留意嘅係佢上面用嘅呢個圓貼，上面印有 Kai Studio 嘅圖案。呢一個安排咧就唔錯啦，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去交收，我哋都會以呢一個圓貼去判斷一盒玩具有冇開過。不過 Hot Toys 平時嘅圓貼咧上面係冇任何圖案嘅，所以其實有心人咧係可以貼翻一個圓貼，二手辦全新咁樣去賣。而圓貼上面有公司嘅圖案咧，就可以加大呢一個二手辦全新嘅難度啦。好啦，咁我哋首先就開咗佢個本體先啦。一打開咧，裡面就有一張紙嘅，可以見到裡面今次係用海綿去裝住人偶嘅本體。然後拎起咗之後咧，下面一層咧就擺咗佢其餘嘅配件。好啦，呢個就係今次呢一隻舞狀裏面所有嘅內容物。首先就有舞狀嘅本體，然後就有一個紮起咗頭髮嘅頭雕，兩把一長一短嘅日本刀，三對唔同嘅手型，一組後備嘅關節，一個包袱，一條可以做場景擺設嘅石燈柱，同埋最後就係今次嘅地台支架說明書。然後我哋依家將呢啲嘢擺埋一邊先，我哋而家就嚟開箱埋豪華版嘅配件包。豪華版配件包一打開咧，裡面又有一張紙，呢一張同頭先嘅一樣款式，不過顏色咧就唔同。好啦，我而家以一個石燈柱咧作為分界，呢邊咧就係豪華版配件包裏面所有嘅內容物。首先就有呢一個冇頭雕嘅身體，然後有一對前臂嘅替換件，一對腳嘅替換件，最後佢嘅包袱、兩把日本刀、地台支架同埋說明書咧，同本體嗰啲係一樣嘅。本體入面嘅武狀同埋豪華配件包呢個身體咧，上面有幾個地方都唔同嘅。咁佢哋嘅分別咧，我就會喺陣間慢慢詳細解釋。我哋依家首先嚟睇睇本體入面嘅身體。武狀嘅身形並唔係特別高大，算係中等身材。佢有一個江戶時代最普遍傳統嘅武家打扮，整套衫都係用棉質嘅布料製造。雖然手袖同褲管嘅部分好寬鬆，不過從佢上半身睇得出，今次底下素體身形嘅選擇算係恰當嘅。佢呢件深藍色嘅衫叫做小袖，係非常傳統嘅古代和服，上面好多嘅部分都明顯見到有淡黃色舊化嘅上色。另外喺頸部可以見到入面黑色呢件叫做魚盼，係作為內衣女襯用嘅。手腕部分有非常明顯嘅球形關節，拉起手袖就
就可以見到前臂上面做咗好多手筋嘅細節，非常逼真寫實。上面呢個關節平時會被衫袖隱藏住，所以就無傷大雅。不過手腕部分嘅關節咧就會破壞咗整隻前臂嘅連貫性，喺外觀上面大大扣分。佢下身着住嘅呢條深灰色嘅叫做褲，係褲嘅異體字，亦即係我哋嘅裙褲。褲上面本身就帶有一條腰帶，亦即係腰上面打咗結嘅呢個部分。上面有做到淡黃色舊化嘅上色，喺側面可以見到褲係有開叉嘅，入面有一條深色少少嘅叫做角帶，係用嚟綁住配刀用嘅。褲嘅呢個開叉咧，可以令到雙腳前後活動嘅範圍大好多，更加靈活，亦都可以方便佩戴刀。褲嘅前面有5條折痕，係代表住5倫、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兄弟、朋友，同時亦都係代表住5常：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。後面2條折痕代表天地、陰陽。呢啲折痕代表住嘅都係武士要恪守嘅倫理道德準則，所以秉持傳統信念嘅武士咧係好睇重服裝齊整嘅。而今次喺玩具上面就有好準確咁樣還原到呢啲折痕啦。最後喺褲最底下嘅邊緣位置，同樣有做到淡黃色嘅上色，就好似染上咗彈起嘅泥水咁，令到整體嘅感覺更加寫實。將褲管揭起，可以見到底下嘅小腿上面都有做到腳跟嘅細節。佢腳上面着住嘅呢一對叫做草鞋，入面着咗黑色嘅足袋，亦即係我哋所稱嘅襪。草鞋同埋足袋全部都係用塑膠做嘅，上面嘅繩同埋鞋底嘅紋理都有做出嚟。雖然同樣係以草去編製而成，但係草鞋同草履係唔同嘅。日本人入屋要除鞋，草履比較方便，所以比較日常着；而草鞋係出門旅行時必着嘅鞋，因為要應付攀山涉水嘅情況。相比起草履咧，草鞋喺編織上面有更多嘅環狀結構，綁起上嚟比草履要穩固得多。可能大家會覺得點解唔可以好好地着翻對鞋呢？其實直到明治維新之前，喺日本一般嘅民眾咧都只係得草鞋、草履可以着，所以嚟自江戶時代嘅武士戰鬥嘅時候要方便，一係就係着草鞋，一係就係赤腳噶啦。講到赤腳咧，我哋就係時候嚟睇睇呢一個豪華版配件包嘅身體啦。呢個身體同本體嘅身體有3大分別，第一就係佢嘅手袖位入面多咗鐵線，可以方便大家去拗固定造型。第二就係佢嘅前臂換成咗一對一整隻嘅握刀造型手，上面冇咗手腕嘅球形關節，雖然犧牲咗個可動性，但係就換嚟咗手臂嘅連貫性。佢前臂上面嘅手筋終於同佢手背上面嘅連成一體，令到整體更加美觀。呢隻手臂咧就係配件包最大嘅賣點，佢能夠最直接、真實咁樣呈現到武狀歷練嘅形象，亦都係視覺上一個力嘅表現。最後第3個分別咧就係佢雙腳換上咗一對赤腳嘅造型腳，小腿上面同樣有腳跟嘅細節，腳底嘅紋理亦都有做出嚟。除咗呢對造型手腳咧，豪華版配件包仲有一對造型手腳，另外嘅呢一對造型手係一個5指張開嘅造型，而腳就係着咗一對冇足袋嘅草鞋。所有造型手腳嘅左右手、左右腳上面嘅跟都係唔對稱嘅，呢啲造型手腳全部都同本體嘅身體通用，而標準版嘅配件包就只有2對造型手，其餘咩都冇，所以配件量同豪華版係差好遠嘅。既然有2個身體，我哋就可以組成2隻武裝，同時睇睇今次嘅2個頭雕啦。頭雕上面皮膚嘅紋理、鬍鬚同埋頭髮嘅細節都有做出嚟。馬尾造型嘅武裝有一條藍色嘅髮帶，所有嘅髮尾都係軟身少少嘅塑膠，所以要小心唔好整斷。喺武裝嘅表情眼神入面，我睇到嘅係專注同埋殺意，配合埋整個炸開嘅馬尾咧，令到整個頭雕更加霸氣。2個頭雕貌似只有髮型嘅分別，但係其實仔細睇，佢哋嘅表情都有些微嘅差別。馬尾頭雕嘅眉間係皺得更深嘅，呢度咧就值得講少少故事啦。相信觀察力強嘅觀眾應該已經留意到披頭散髮嘅武裝，佢嘅額頭上面有多一條嘅疤痕，所以可以推論到時間上披頭散髮嘅武裝應該係比馬尾武裝更後期嘅。而披頭散髮武裝嘅眉間之所以皺得冇咁深，係因為佢經歷咗更多，比起以前佢對人生嘅領悟亦都更加多，對於戰鬥嘅態度亦都唔再只係有狂妄嘅殺意。武裝面上面每一條疤痕都大有故事。第一條係佢離開鄉下作州宮本村之後，當時仲係年少無知不知天高地厚嘅武藏，魯莽咁樣挑戰咗京城嘅名門吉岡拳法道館，最後被當家吉岡清十郎喺佢嘅面上面留低咗第一條無法磨滅嘅疤痕。第二條咧就係去挑戰以槍術聞名嘅寺院寶藏院，第2次對決寶藏院最強寶藏院印信，雖然最後武藏贏咗啊，但係仍然被印信用十字槍留低咗呢一條疤痕。第3條係輸咗俾吉岡清十郎，修煉咗1年之後
捲土重來嘅武藏，再次被青十郎喺佢嘅額頭留低咗第二條疤痕。不過今次嘅武藏咧就成功同時斬殺咗青十郎啦。第4條係斬殺咗青十郎同埋佢嘅弟弟之後，武藏被吉岡拳法道館唔忿氣嘅70個弟子追殺，以1敵70，激戰到最後，武藏雖然驚險咁樣斬殺晒70個人，不過都喺額頭上面留低咗第3條疤痕。整體嚟講咧，面上面每一條嘅疤痕都記載咗一次對武藏意義重大、生死相搏、促使佢成長改變嘅對決。而疤痕嘅位置甚至係深淺都有喺頭雕上面準確咁樣還原出嚟。呢度咧就可以睇得出製作方嘅誠意同埋考究啦。嚟到配件部分，我哋首先睇睇呢兩把一長一短嘅配刀，長嘅叫做打刀，短嘅叫做協叉。呢兩個係刀嘅種類名。打刀係步戰時候主要用嘅日本刀，佢嘅長度適合喺徒步戰鬥同埋室內打鬥用。而協叉就係備用刀，適用喺狹窄嘅環境同埋近身纏鬥。喺拉開距離嘅時候，亦都可能被當成投擲武器用。兩把刀嘅顏色結構都大致相同，我哋就拎起把打刀仔細睇睇。呢把刀拎上手都有少少重量，掹出嚟之後咧就可以見到入面有銀色嘅刀身，上面有做到血槽嘅細節，不過就冇任何嘅印紋，呢一點咧就好可惜啦。打刀可以話係日本刀嘅代表，佢嘅刀身被設計成彎曲嘅形狀，呢種設計叫做經反。咁樣嘅設計可以方便拔刀同埋佩戴喺腰上面。佢嘅刀柄、刀顎同埋刀鞘都係用塑膠做嘅，可以見到刀柄上面有做到黑色柄成嘅紋理，底下有金色刀柄嘅上色，幫呢把刀增添咗少少華麗嘅感覺。從側面睇咧，刀顎上面都有做到一啲紋理細節，刀鞘上面纏咗一條深藍色嘅繩，佢係綁得好穩固嘅。繩嘅中間有一個凸起嘅位置，反轉睇咧，另外一面係冇呢個凸起位置嘅。呢一個位置叫做律形，係用嚟掛喺腰上面用嘅。說明書上面有教點樣將刀佩戴喺腰上面，正確嘅方向係要刀鋒向上，律形向外，先將協叉插喺底下嘅角帶入面，從褲嘅開叉位伸出嚟，然後突出嘅律形咧就會幫手將刀卡喺腰上面。刀應該盡量打橫，刀柄對準人嘅中線，咁樣先會方便武士反手拔刀用拔刀術，然後就可以將打刀插喺褲嘅腰帶入面，咁樣呢兩把刀嘅佩戴就完成啦。整體嚟講，只要搞清楚佩戴嘅方向同埋順序，佩戴係好容易嘅。而且呢兩條腰帶都做得好緊密，佩戴好之後咧，整個感覺都好穩固，效果唔錯。呢個包袱係用布料做嘅，上面有一條繩，依家包袱嘅狀態壓扁咗，不過摸得出入面有類似膠袋嘅嘢，稍為捻一下咧，佢就會拱翻起嚟噶啦。戴上身上面嘅感覺咧，大約就係咁嘅。作為一個場景擺設，呢座石燈咧我就幾中意啦。佢拎上手幾有重量，入面係實心嘅，上面石頭嘅紋理做得好逼真。另外有用草粉點咗好多青苔嘅細節，令到整體嘅感覺更加真實。不過缺點就係咧，呢啲草粉比較容易脫落，要小心唔好摸到佢。另外我覺得上面嘅草粉點得有啲多，感覺好似有少少似斑點狗。我個人認為咧，呢度咧就可以稍為再點翻疏少少啦。呢一隻武藏咧，可以話係我個人私心嘅本月最愛。佢嘅包裝簡潔紮實，整體嘅開盒體驗唔錯，頭雕好傳神，做得非常優秀。最後要讚嘅就係佢嘅服裝。其實近期我買過另外一盒武士題材嘅1:6人偶，我本來都打算拍開箱片嘅，拍到一半咧，我最後都係放棄咗，因為嗰隻玩具嘅服裝咧實在係太低質啦。佢件衫好薄，整體嘅用料感覺好廉價，而且咧佢套衫好鬆散，喺扭過喐動過之後咧，成件衫就甩開晒。相反，今次呢隻武藏咧就完全冇咁樣嘅問題啦。佢件衫咧摸得出幾厚實，上衣同埋腰帶嘅位置咧都做得夠貼服、夠緊密。
喺整體服裝設計方面咧，係睇得出有考究、有花心思嘅。配件方面咧，我覺得數量恰當，呢一個石燈我就好中意啦。嚟到缺點嘅部分，佢上半身嘅可動性其實係非常足夠用嘅，但係佢雙腳嘅可動性就比較差啦。前後角度係 OK 嘅，不過橫向嘅角度就唔大。整體嚟講咧，呢一隻武藏佢嘅觀賞性係遠遠高過佢嘅遊玩性嘅。由於呢隻玩具嘅預訂已經結束咗，依家只能夠喺經銷商或者喺網上面個別購入。佢預訂價嘅原價係新台幣4380蚊，豪華版配件包2480蚊，標準版配件包980蚊。我覺得預訂價嘅性價比算係幾高嘅，不過依家咧就比較難揾到呢個價錢啦。至於值唔值得買呢一個豪華版配件包咧，就完全睇你嘅個人喜好啦。我覺得今次呢隻武藏最吸引到我嘅係佢嘅頭雕、服裝同埋佢嘅造型手腳，所以我自己個人而言咧，我就一定會買豪華版配件包嘅。Kai Studio 喺過去都曾經推出過武藏同埋小次郎嘅人偶，不過當時嘅數量比較少，市面上就應該好難揾到嘅。依家嘅新版當然就比舊版更加靚啦。最近佢哋就有暗示過可能會再次推出佐佐木小次郎嘅人偶，咁如果係嘅話咧，我哋到時再嚟同大家開箱啦。好啦，今日呢條片就嚟到呢度啦。今日稍為講多咗少少關於武藏嘅故事同埋武士嘅服飾，希望大家都中意啦。如果中意今日呢條片嘅朋友，就記得一定要讚好同埋訂閱我嘅頻道 ，share 埋俾你嘅朋友睇，撳埋個鐘仔 ，follow 埋我嘅 Instagram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